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世界游戏《战斗快艇：杰克小子》。这个中文的译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，其实它完全可以直接叫做《战斗快艇》，因为游戏的游玩方式在这儿摆着。游戏原本的名字的意思是军方的一个作战计划，只不过在游戏当中被启用了而已。快艇的操作人员实际上是2个，一男一女，其中女的负责驾驶，男的负责进行武器操作。但是很遗憾，2个主人公都没留下名字，可能是出品年代过早的原因吧。本作是1990年泰东出品。这里来到了第1关的 BOSS。游戏的流程一共是8关，听起来比较长，但是每关大概2分钟左右就能够过关了。本作的剧情方面也比较简单，主要就是为了粉碎一个叫做班格拉尔的外星人统治地球的阴谋。这个外星人还是要多提一嘴的，因为1987年的时候，泰东出了一款游戏叫做《忍者战士》。这款游戏近年也重置了，可能很多小伙伴玩过。班格拉尔也在《忍者战士》当中担任了最终 BOSS， 并且本作虽然出品时间要晚上3年，但是剧情上是前传。我感觉这就有一点强行的进行联系了，因为2部作品的游戏类型差得太多了呀。一个是动作，一个是强制卷轴的射击，而且本作的主人公是军人，忍者战士里边就是忍者吧。这就等于是把不同的作品强行的捏合到一个世界观里边。这款游戏还是有点难度的，这个难度主要是来自于2个方面。首先的一个方面就是它是一个纵向的强制卷轴的游戏，那么你在判断子弹是否能够击中你的时候，就存在一定的视觉误差。这一点有点像昨天我给大家录制的街机平台的射击游戏《恶流货》。那么子弹如果击中你的话，它有一个前提是它的横向坐标和纵向坐标和你出现在了同一个点上。如果只是纵向坐标相同，贴图看起来重合了，但实际上是打不中你的。另外就是本作的操作不是很友好，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个逃课的打法，就是贴着边冲刺，有子弹过来呢，咱们就跳着躲。这个方式在游戏的前中期还是非常管用的。因为这款游戏的关卡长度是固定的，不是每个敌人都需要打，咱们只要快速的把你的汽艇开到 BOSS 的位置，把 BOSS 打爆就可以了。有些 BOSS 你甚至不用打爆啊，躲开就行了。可能有的小伙伴会疑惑啊，说为什么你的汽艇啊有的时候快，有的时候慢啊？这款游戏的操作方面也是挺特别的，起码在1990年左右的街机游戏当中是很罕见的。
首先就是它的方向，左右还是正常的，但是如果你推方向的上，它机枪瞄准的位置是向下的；你拉方向的下，它机枪瞄准的位置是向上的，正好是相反的。这点还算是好理解，因为你的摇杆就相当于枪托，你把枪托抬起来，你的枪口自然就向下压了。后来的很多驾驶飞机的游戏，或者是3D 视角的射击游戏，都会给玩家一个选项，就是你的方向上下是否要反向操作。但是这款游戏并没有那个选项，也就是说，玩家要强行的去适应游戏的这种方向的相反的操作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本作的操作键按键有4个，这也是非常罕见的，因为一般的这种射击游戏2个就够了。一个呢是普通的武器的射击键，另外一个就是炸弹或者是护身的导弹就可以了。但这款游戏竟然安排了4个键，这4个键其中一个是普通的射击键，这个射击你要配合着方向来的。刚才也说了，它的方向是相反的。不过呢，游戏还是提供了一点便利，就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，这个机枪是锁定敌人的，尤其是打 BOSS 的时候，这点很有用。另外一个操作键就是导弹了，导弹在屏幕的中间偏左显示，就在下方。现在我大概有4个。这个导弹的作用就是清屏，有一定的护身作用，但是释放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无敌的，这一点要注意。另外还有一个操作键是冲刺键，你按住的话，这个快艇会一直向前冲刺。我之前使用逃课打法的时候，就是不停的冲刺，然后贴边儿。最后一个键位非常重要，是跳跃键。绝大部分的攻击都可以通过跳跃键来进行躲避。注意啊，我说的是绝大部分，有一些打点比较高的就不行了。比如说第3关那个 BOSS， 他发射的导弹都是竖排2个的，一高一低，低的那个可以跳跃躲，但高的就不行了。这关又是逃课打法的天堂啊！因为水域十分的宽阔，所以说咱们可以溜边儿，这样的话可以躲避大部分敌人。这就是到版面的边缘了，出现了大量的水雷，咱们是过不去的。像这样的关卡难度就不高，随便开啊。这里我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虽然我是经常开连发的，但是这款游戏我没有开连发，因为你按住攻击键不松手，单发的它就已经是一个连发的效果了。这也算是给玩家提供的一点福利吧。那另外一点呢，我刚才也说了，这款游戏的方向上下是相反的，所以我在键位设置的时候就把上和下设置成了相反的键位。这样的话，操作起来更加的方便一点。本关这3个红色的直升机是不用打的，咱们如果能冲过去的话，直接就过关了。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BOSS 吧。已经第6关了，后面的关卡大部分战场都会被这种河道所限制，甚至还会有分支的情况出现。但是遇到了河道拐弯的地方，咱们如果边缘贴得比较紧，甚至能够把汽艇开到路上去。
水面升起的这个铁门，如果撞到的话，快艇是会爆炸的。所以用逃课打法打这样关卡的时候，需要一点点背板。你起码知道什么位置会升上来这种铁板。跳跃一定要常用。你跳起来了，就相当于一个90%的闪避吧，因为大部分的攻击就都打不到你。但是跳跃也要注意节奏。当你跳起来之后，敌人在向你发射子弹，这个时候打点就比较高了，你就注意不要再跳起来去撞子弹了，躲不过去的。毕竟已经是第6关了，所以这里我开的比较慢。能躲的咱们就躲。第6关的 BOSS 有2个，看起来是2个第3关的 BOSS， 但实际上攻击方式是不一样的。这个 BOSS 的子弹跟踪性特别强。所以当他第2波发现自己有点躲不过去的时候，就放了一个导弹。导弹的输出你不要指望，主要的作用就是清屏。这种钢管所组成的门中间是无所谓的，你不能撞它的2侧，撞2侧的话会爆炸。中间随便冲啊，没有碰撞的判定。别看它是活动的，我感觉可能是游戏在设计的过程当中，本来想是把中间加入这种碰撞判定的，但是由于卷轴是运动的，而且它这个开关也是不断的在开合。如果强行把中间加入这种碰撞的判定，计算量还是挺大的，因为涉及到碰撞点的判定的移动。所以可能就偷了个懒，就导致游戏的难度客观上下降了。那我这个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这款游戏大家仔细观察它的 UI 界面，就会发现只能单打呀。第7关的 BOSS 打法上比较特别，我站的中间的位置是近似的无敌位。为什么说近似呢？因为有的车厢会向中间发射子弹，虽然比较少，但也需要躲。中间直着来的子弹，咱们跳跃就可以了。能向中间发射子弹的就是2个车厢，都是有士兵的。除了刚才打的，应该就还有一个火车头。感觉炸弹数量比较多，所以还是放了一个。过场动画的时候，我感觉他们2个抓了好多的俘虏啊，可能都是为了逼问出一些情报。游戏的通关画面我也会给大家保留啊，但是好像是一个悲剧。这2个驾驶员，男的好像是牺牲了。游戏打到最后一关，基本上就是通关了，因为最后一个 BOSS 的难度几乎等于没有。只要你有适当的打法，那就是100%安全。而且这款游戏不限时，
所以咱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把 BOSS 磨死。炸弹打本关的 BOSS 作用不是很明显，所以流程当中该放就放。已经到了，中间有6门炮，上面有1门。你站在河道的边缘，它是绝对打不中你的，所以你就可以在这儿慢慢打。下面的6门炮都比较脆，就上面的还算是扛打的点。他们子弹太密了。上面的也打完了，还剩下3门炮，慢慢的蹭就可以啊。好的，通关。通关之后的过场，男主应该是牺牲了，就在这里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战斗快艇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